听着这个 DJ， 看着这个女人，感觉有些上头。眼前这个男人享受着这一切，那他也要付出某些代价。这个胖子给了他一袋东西，男人拿着袋子去换衣间换衣服时，藏在衣架后面的女人电晕了他。女人拿走的东西让他很兴奋，原来这个女人是个瘾君子。然而警察早就盯上了这个胖子，胖子正要走出酒吧，警察开始抓捕行动。只见最后只有队长出马，一个酒瓶扔在胖子的脑袋上，最后说道：“一招制服了胖子，警察也扑了个空，气得警察也口吐芬芳。女人拿走的东西让他惹上了黑帮，命令这个被打耳光的男人找回来。男人找来他弟弟去拿回毒品，不久黑帮便找上门来，要挟了他的女儿小米。女人也说出了东西的下落。原来几天前，女人把东西存在了隔壁的典当行，而典当行的老板就是这位大叔。他全封带剪，颓废的造型，沉默的性格，很少与人交往，是因为多年前怀孕的妻子死在他眼前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，那种无助的绝望，眼泪不自觉地掉了下来。但大叔有个不一样的朋友，就是住在隔壁的女孩小米。小米很会做美甲，也给大叔做了一个。一天，大叔碰见女孩受欺负，但并没有上前帮助女孩。女孩流下伤心的眼泪，还依然对他说：“最后送给大叔一张卡片。可能每个女孩心里面都住着一个骑士吧。大叔回到家，两个黑帮成员早已等候多时，掏出匕首让大叔把东西交出来。大叔平静地拿出钱包，他却笑起来。大叔迅速夺过匕首，扔到洗手池中，他吓傻了。胖子不服走过来，只听见楼下的黑帮听到声音，等赶到时，胖子已经被打得爬不起来了。接过电话得知，黑帮绑架了小米和他妈妈。大叔不得已拿出东西，黑帮找到了里面藏的毒品，走时还打死了胖子，留下手机。等大叔反应过来时，小米已经被黑帮带走。蹲在地上自责难过的大叔接到黑帮的电话，威胁大叔运送毒品，要不然就杀掉他们母女。大叔开车来到指定交货地点，同时黑帮已经报警，刚收到毒品，警察就来了。原来是这个被打耳光的男人报的警，他要报复这个大佬。大佬气炸了，捏爆毒品袋子，把大叔也丢了下去。自知中计的大佬要开车逃走，大叔也开车撞向大佬的车，两车相撞，大叔的车后备箱被撞开。当他下车看见了后备箱里的东西，大叔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追来的警察压制了大叔，大叔不再反抗。在场的众人表情凝固，都瞪大眼睛看向后备箱。原来里面是一具女人的尸体，女人的眼睛和肝脏都被挖走。这个女人正是小米的妈妈。小米被人贩带到小孩的藏匿窝点，杀手给小米送吃的东西时，小米发现杀手额头上有伤，暖心的给杀手贴上创可贴，问杀手只要听话就可以见到妈妈吗？另一边，大叔被带到警局，看着小米送给他的卡片，大叔必须要出去救小米，他得逃脱警局。等队长回到警局时，大叔早已不见踪影。通过监控发现，大叔从室内打到室外，再打到走廊，打倒6个警察，到大叔离开时用14分30秒，这不是常人能做到的。警察开始调查大叔的身份，原来大叔是个特工，情报局特别部队成员。大叔利用自己多年特工的经验，找到贩卖器官的团伙，说道：随后就是看着救痛的表演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。最后一人想要反抗，被大叔一把飞刀钉在墙上，一动不动。通过人贩子找到黑帮的位置，来到酒吧，找到黑帮的手下，反手就插在喽啰的肩膀上，逼问小米在什么地方。这时另一个黑帮杀手拿枪进来，大叔一个飞跃躲过子弹，随后一阵乱射。突然大叔打掉杀手的枪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顿时不分上下，你来我往。打斗中杀手捡回了枪，杀手跑了，大叔追了出来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杀手正要动手时，男人抓住杀手的手，警察来了，男人丢下手机跑了。大叔追出去，无奈受了伤。大叔抢了一辆车，在车上接到男人的电话，大叔问他为什么杀了小米的妈妈。男人说用他还救了3个人呢。大叔问小米呢？男人说你见不到他了。大叔怒火冲天，伤口还在流血。大叔找曾经的战友，不用麻药，拔出子弹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他体验过，再也不想体验那种痛楚。大叔要救小米，还说
大叔来到镜子前，剪掉头发，露出硬朗的外表，从颓废中醒来，要找回从前的自己。很快，当过特工的大叔运用自己敏锐的侦查能力，找到黑帮的制毒窝点，来到另外一个房间。一声枪响，男人的弟弟和手下出来，只见大叔把怒火都发到他身上，暴力3连摔，慢慢踩过他的身体，踩过他的脑袋，将他绑起，打电话给他哥，让他交出女孩，否则就干掉你弟弟。这男人是真狠，虽然很担心自己的弟弟，就是不肯照做。男人把地址告诉给大叔，刚挂电话，还是命令手下把小米的眼睛挖出来。而大叔这边经过一系列的操作，割开煤气罐。大叔问：那么小的孩子，拿走他们的器官，死也死不瞑目。男人的弟弟说：你知道他们的身价有多高吗？反正也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，这么做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大叔那杀人的眼神。随后男人的弟弟也接受来自地狱火焰的惩罚。大叔给警察打电话，让他们来接这里的孩子回家。大叔杀了男人的弟弟，小米也会被这个邪恶的医生挖去眼睛。大叔来到黑帮的窝点，男人身边还有10几个亡命之徒。大叔问男人：小米在哪儿？男人告诉大叔：小米的眼睛在这里，你见不到他了。大叔湿了眼眶，趴在地上痛苦不已。大叔紧握拳头，随即大叔开始反击，电光火石般干掉一个又一个小虾米。大叔和杀手对射，子弹打完，开始肉搏。特工出身的大叔很快干掉小虾米。反派怎么死的？自负。杀手要和大叔公平对决。刚开始两人不相上下，随后大叔越战越猛，刀刀刺中要害，把杀手推到墙边，解决了杀手。男人走时还不忘带上现金。大叔一枪打爆小虾米。男人见状，赶忙开车逃跑。大叔连续开枪打中轮胎，男人开的车瞬间失控，撞上旁边的车。男人宁愿被警察抓，也不想落到大叔手里。男人报警，大叔走到车顶开了一枪，没打穿，是中国制造的防弹玻璃。然后玻璃出现了弹孔，男人开始害怕和恐惧，最后一枪打爆这个罪恶的源泉。但大叔却心如死灰，因为小米已经死了。大叔缓缓抬起枪，对准自己的脑袋。这时，大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大叔慢慢地转过头，发现小米还活着。大叔告诉小米，但小米却抱着大叔哭了起来，情到泪点。大叔也不自觉地流泪，他的泪是为自己在乎的人而流。